来多伦多旅游，市中心的酿酒厂区应该是热门打卡点之一了吧？我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每年能吸引超过80万游客的景点，跟我一起出发吧！吃好喝好，长生不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地包肚皮。看到这个爱心装置，就知道已经到达酿酒厂区了。这里面一共有22家可以吃吃喝喝的地方，正餐、简餐、甜品、酒吧都有，还有很多手工艺品店。路过一家画廊，里面正在展出一些韩国的艺术品，从韩式服装到装潢、摆设、家具，展厅不大，不过里面的物品都很精美。有镶满珍珠的荷包，还有一些讲述日常生活的木板画。这好像是从一艘船上面拆下来的老物件。还有泡茶喝茶的器具。逛完展去前台做了一个 survey， 就可以选择一份小礼物，一个可以装零钱的小包，或者是一枚镜子挂件。最后拿了一个七彩的零钱小包。这个雕塑好像一只蜘蛛呀。蜘蛛旁边是一家甜品店 Demeters， 老外很喜欢的一家店，我觉得稍微有点过甜。里面卖奶昔、咖啡、华夫饼、可丽饼、冰淇淋和蛋糕等等。突然发现这是大表姐刘雯哎，姐姐真的又酷又飒。地上还有一些可以玩跳房子的涂鸦。今年秋天还是挺热的，也不知道这些是真花还是假花。酿酒厂里都是石砖路，建筑也都是以砖石结构为主，走在这里有种穿梭在上世纪的欧洲的感觉。这家波库是一家融合日料店，比较有特点的比如鸭肉普汀、凉拌三文鱼碎配 nacho 等等。它的隔壁是一家冰淇淋店 Scooped， 是刚刚那家 Demeters 旗下的。他家冰淇淋的口味都很有特点，像超级网红的迪拜巧克力，还有山羊奶酪味、苹果派味和具有波斯巴斯塔尼风格的藏红花味，超想都试一遍。这家伊兹咪是一家清酒酿造厂，采用传统日本酿造方法和配方，结合安大略省的泉水，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本地清酒。他家还提供 Sake Tasting Tour， 周2到5下午4到6点是 Happy Hour， 这3款佐酒小时对折。这里充满了文艺气息，好看又好逛。看到了一块从英格兰运过来用于研磨谷物的磨石，上面到处都是岁月的痕迹。这家 Yummy 我开始还以为是卖糖果的，其实是卖各种蜡烛。酿酒厂区里竟然也有意大利。走累了可以坐下喝一杯茶或鸡尾酒。Gelato 是必须有的，一个口味$6.9，两个口味$8.9，三个口味$9.9，一共有8种不同口味可以选，有 Gelato 也有不含奶的水果雪芭。店面没有 Bloor Young 的那家大，出售来自意大利的食品。这里能看到好多意大利面的种类，长的、短的、直的、卷的，当然也少不了意大利甜品。还有称重卖的巧克力，好像是意大利自营品牌，还很贴心的提供购物环保袋，不过15-20刀的价格还是挺辣手的。每次来意大利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文奇巧克力专柜，
每一款都感觉好好吃啊，挑花眼了。还有散装系列，花花绿绿的，看着就开心。这种鱼子酱巧克力是他家的招牌，黑巧克力和开心果是我最喜欢的。散装的价格折算下来，大概一颗巧克力在$2左右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当然要送人的话，这里也有礼盒装。开心果酱和榛子酱哎，不敢想象涂在烤过的面包上会有多香。2楼不是意大利了，是卖服装的。店面虽小，室内和户外都有用餐区。白松露薯片，猜猜这样一包多少钱？$18。现烤的面包，这里的佛卡夏蛮好吃的，油润松软有嚼劲。雪柜里还有些冷藏的甜品，巧克力蛋糕、水果塔、提拉米苏，还有三明治。它是用一大块佛卡夏来做的，加入肉、菜、芝士，再切块。这里也有些面包和可颂，可颂看着好酥脆呀，金黄色的很诱人。这个开放式雪柜里有水果碗、意式奶冻、3层巧克力奶冻和招牌提拉米苏。他家提拉米苏里放了足量的意式浓缩，又苦又湿润，很过瘾。还有专门喝意式浓缩的小杯子，超级可爱。虽然价格没那么可爱，$17一个。哇，这瓶是什么神仙醋？才100毫升要$269，看过就当尝过了哈。2楼我们就不上去啦。这2张枫叶造型的靠椅好有爱啊。其实这里应该才是酿酒厂的正门。不过 Spirit House 的 patio 似乎挡住了点门口的视线。空中不时有直升机在巡逻。啊，这里是另一个网红打卡点。这个爱心和 love 的造型上挂满了锁，旁边还有个专门卖锁的大爷，15刀一把锁，需要打税。这家 Pure Spirits 是生蚝馆，定期会有不同的生蚝供应。今天店里一共可以点到7种生蚝。这家 Ed Catherine Destilería 提供各种传统及现代的墨西哥小吃，当然龙舌兰酒是少不了的。主街上有一个拍照小哥，拍完的照片会印在一张报纸一样的地方，还挺有趣的。随缘付款不强制，不过报纸上不会有当天的日期。而且小哥给我们看的 sample 上显示 Fall 2025，结果打印出来的是 Summer 2025。他说机器里还没有改版，稍微有点小失望吧，整体还挺好玩的。预约的晚餐时间到啦，我们现在要去一家西班牙小酒馆 Madrina Bar y Tapas。 狗狗友好 patio，2024 米其林推荐，我就是在米其林官网找到这家的。时间有点早，里面还没什么人。夕阳洒进来，好美啊！来看下菜单，这份是 tasting menu， 93刀一个人，共10道菜。主菜单上分量是越往后越大，感觉菜式都很新奇。听说他家 sangria 很棒，来一杯试试。店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我的 Blanco Sangria 来啦，有 Blanco 和 Rojo 可以选。Blanco 里放了芒果汁， Rojo 里加了西柚汁。除了果汁，里面还有各种水果，芒果啊、柑橘啊，是很热带的 feel， 好像在海岛度假。酒味非常淡，一大杯喝完都不上头，就比果汁多了一丢丢酒的香气吧。又等了一会儿，终于来了第一道小吃，芝士焗烤带子。带子切成了很好入口的宽度，上面铺了炙烤过的芝士，下面是酸酸甜甜的番茄加红椒，
袋子很柔嫩，口感像果冻，各种口味都平衡得很好。第二道 Crab Pinchos， 法棍面包烤过，充满麦子香，蟹肉混合了柠檬蛋黄酱和胡椒，带着奶香，再点缀上飞鱼子、辣椒圈和欧芹，咸鲜之余还有飞鱼子脆波波的口感。第三道松露蛋黄，摆盘精致，也很有腔调。蛋黄没有腥味，滑入口腔时还带了淡淡的松露香，一点点咸。还点了传说中全世界最好吃的火腿 Jamón Joselito， 是西班牙火腿中的顶级品牌之一，选用了2020年腌制的珍藏了48个月的伊比利亚猪后腿肉，切成了小小的一片片，很好入口，比一般的火腿油脂含量更高，所以肉和油脂的香气也更浓郁，嚼起来咸香中带回甘，能吃到独特的坚果香。虽然还是有点筋筋拉拉，不过味道确实不错，哪怕不配面包也不会觉得过咸，齿颊留香。随着店里人越来越多，苍蝇也开始蠢蠢欲动了。下一道千层土豆饼，摆盘也超级美，外面炸到脆脆的，内里很软，能看到层次，搭配士拉叉辣酱、番茄和芥末蛋黄酱，吃起来是层层叠叠缠绵交错的口感，奶香里带点辣，混合酸酸甜甜的番茄，既有吃油炸食物的满足感，又不容易腻。这道牛尾小包子采用了先蒸后煎的方法，内馅是经过红酒慢炖的牛尾，能吃到一丝丝牛肉的肌理，甘醇的酒香混合酱香，带点微微的甜，肉很新鲜，一点也不塞牙。最后用一道西班牙海鲜饭收尾，结果大踩雷，米饭做的有点夹生偏咸，蛤蜊里都是沙，还非常腥，而且带腥味的汤汁都流到了饭里，导致饭又腥又咸。虽然大虾尚可，可是吃到这一份海鲜饭实在是太倒胃口了。一只又一只的苍蝇真的让我们不胜其扰，原本的米其林小酒馆打卡，结果变成苍蝇馆子打卡了。吃完饭出来，天已经黑了，华灯初上的酿酒厂似乎又带来了别样的格调。许多店铺已经关门了，这里有个好大的面具装饰，让我想到了威尼斯。这家 Toronto Pen Shop 出售各式各样的笔，还可以定制。Pepper Palace 里面是一罐罐辣椒，感觉那股刺激的辣味就要冲破玻璃门跑出来了。Fun Zone 有一些小游戏，投篮啊、锤木桶啊，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关掉了一部分。夜晚最热闹的莫过于酒吧了，这家 Mill Street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大屏幕上放着比赛。他家也有 Happy Hour， 每周一至五下午2点到5点，以及晚上9点以后，酒水和小吃有相应折扣。今晚又多了个伤心的小朋友。这家 Soma 的巧克力很有名，本想吃完饭过来吃个甜品的，可惜关门了，只能留些遗憾给下次啦。克鲁尼是一家现代法式小酒馆，这个 patio 好梦幻啊，仿佛置身于爱丽丝的仙境之中。一回头发现，原来这个角度也能看到 CN Tower。Burgo Designs 里面有很多新奇的小商品，这些时钟也太有设计感了吧！各式各样的马克杯，还有巨多桌游选项。Snoopy 系列的徽章和玩具也不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多伦多首家 Jellycat 直营店就在这里面哦，属于是店中店了。里面 Jellycat 的绒毛玩具真的琳琅满目，各种 size 的都有。
为什么它们每一个表情都这么可爱？小飞鼠也要把我们画了，还有钥匙扣系列的，根本看不完。这一窝小猫仔谁受得了？他家隔壁陈列了一些机器和介绍，主要是酿酒厂的历史和酿酒机器的运作，有兴趣的可以来参观一下。好啦，今天的酿酒厂区之旅到这里就结束啦。非常喜欢这个街区古今交织的氛围，既有历史的沉淀，也有现代的创新，既可以触摸多伦多的过去，又可以感受日新月异的变化。里面的美食美酒也非常值得打卡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加留言，谢谢你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！